各位大家好，这里是戴老师车库。夏天快到了，我们夏天的时候开空调的时候会听到这个前面会响声，产生响声，然后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空调不制冷，或者正常的时候开还行，有的时候突然一下子制冷就没有了，有的时候会发现油耗都比较偏高。那重点的要检查一下我们这个空调泵。我们用这个万用表测量它的电阻的话，只能确定线圈有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能确定它能不能吸合，对不对？我们最重要的诊断方法，最好的诊断方法是什么？看它能不能正常工作，这个是最重要的。但是如果说我们测量电阻不对的话，不用想，直接换它，100%换了。我们用这个电压驱动一下，看一下它能不能动作。OK， 那这个就是正极嘛，对不对 ？OK， 我把正极夹好。OK， 我再接上这个负极。OK， 那这个时候我负极打铁的话，你要看到听得上，大家可以看到吧？看到没有？如果说你能看到这一个能压上去，那这个就是没问题的，知道？这个肯定就是好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电路虚接。电路虚接的话，我们可以通过电流档去测量。怎么测量？很简单，我们电流表打到这边安培上面。它肯定是一个直流电流，对不对？我们可以测一下我们这个压缩机泵头的这个电流值，对不对？可以测一下这个电流值。为什么要测这个电流值呢？比如说这个压缩机这边线很长，你要确定这根线有没有接触电阻，很简单，你直接在控制单元那边直接给它一个电，穿一个电流表去测一下整个线路加这个泵头这个电流就可以确定。那我们先给大家测一下这个泵头的电流。OK， 像这种电磁阀或者电磁线圈之类的，其实正负极是无所谓的，它只会就是影响它的这个数据前面有正负，知道 ？OK， 那我把这个电流表已经穿进去了。OK， 我来试一下，这个时候可以有了。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我首先压一下，看到没有 ？2.7、2.69、2.695。相当于2.7安培的电流，看到没有 ？2.7安培的电流，它的工作电流就2.7安培。那如果说我加上整个线路在发动机那边测量，如果说你的电流只有1安培，说明什么？线路肯定有压降，线路上面肯定有电阻嘛，对不对？肯定有接触不好的地方。如果线路正常的情况下，你测到的电流值就是2.6安培，2.6安培。那很多数据流的显示像特别是变排量压缩机。这个电磁阀的电流多少 ？0.3、0.4安培，就是这么来的，就是这么来的。其实就是用万用表测的，然后数据显示，所以它的数据你会发现，只要它是走电流的，会非常稳定，2.58、2.6安培的样子。那我们就是通过刚才的测量我们理解这个定排量压缩机里面其实就是一个电磁线圈，这个线圈的电阻大概是4欧姆。但是不同的品牌大概有的大概10欧姆左右，就是这个电阻可能会有一些区别，但是区别不会太大，一般的最多也就10欧姆左右吧，不会太大。如果你测到0欧姆，不用想，肯定是短路了。测的电阻非常大，那肯定是断路了。这是第一个测电阻。第二个，我们直接用我们这个磅电器直接用这个12伏。如果你没有磅电器，其实很简单，你用个电瓶的正负极嘛，直接负极打铁。正极直接给它一个电，看它这个泵头能不能吸，对不对？如果能吸的话 ，OK， 这个泵头应该没问题。那压缩机到我们控制单元这段线怎么诊断？很简单，直接把这个线直接在那个模块那边直接搞一个电，然后穿一个我们的万用表的电流档去测量整个线路的电流。电流过小的话说明什么？电流过小的话说明线路中的电阻比较大。那线路中电阻为什么会比较大？肯定是虚接嘛，对不对？所以通过电流的方法来判断整个线路有没有虚接，是非常好的一个办法，知道？大家看一下，就是以后如果说大家遇到这个定排量压缩机的这个能否工作直接按照我的方法，基本上可以做到秒杀这一块就可以了。然后下面明天或者后天给大家再去介绍一些别的东西。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如果说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发私信给我，
我会一一给大家解答。非常感谢大家。